我亏欠的不只是你鱼龙迟来的告白，让杨幂泪湿眼眶的那一夜。意外的沉默，客厅里安静的仿佛能听见心跳声，灯光并不刺眼，却照得每个人都无处可躲。杨幂坐在沙发一角，手指轻轻摩挲着衣角，那种无意识的小动作暴露了她这些年来积压在心底的疲惫。于龙坐在对面，背微微弓着，像一个突然失去了所有铠甲的男人。他沉默得太久，久到空气都变得凝滞。窗外的风吹动着窗帘，影子在地板上摇晃，却没人愿意先说出心里的话。终于，于龙喉结动了动，他像在鼓起一生中最大的勇气。他顿住，眼神有一瞬的逃避，又慢慢回到杨幂的脸上。我在做父亲这件事上犯了很多错。这句话落下的瞬间，像一块压在心底10年的石头终于被搬开。杨幂的眼眶几乎在同一秒红了，不是责怪，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松动。这一句话，她等了太久，迟来的觉悟。于龙曾经是那种典型的事业型男人，拍戏、综艺、宣传、代言，他一年365天，几乎有300天在外。别人说他成功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努力就会被淘汰，于是不断往前冲，不敢停，不敢慢，更不敢回头。他以为只要给家里提供好生活就是尽责，但真正的缺席不是金钱，而是陪伴。直到那天，他半夜回家，孩子被吵醒，从房间门口探出小脑袋，看了他一眼，又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缩回去。那一刻，于龙愣住了。孩子在怕他，怕自己的父亲，那种陌生感比任何批评都刺心。杨幂的坚持与沉默，杨幂不是不累，也不是没有怨言，但她懂事得让人心疼。孩子发烧，她彻夜抱着；孩子害怕，她一个人陪着；孩子第一步、第一句话、第一次跌倒，全都是她。她没有抱怨，是因为她知道说了也没有用。我以为你只是忙，她轻声说，语气里带着这些年积压的委屈。可我没想到你会忙到忘记我们。原来坚强不是天生，而是被迫的。裂痕的开始，裂痕从来不是突然出现的，是很多不经意的小事堆成的山。孩子生日那天，于龙突然被叫走，他强撑着笑说没关系。孩子幼儿园汇演，他一个人坐在家长席里，左边右边都是一家3口。深夜孩子问爸爸今天回来吗？他只能说我也不知道。他习惯了一个人承担全部，也习惯了不再把希望放在某一个瞬间，但习惯不代表不痛。于龙的内心挣扎，外人看到的于龙是光鲜、成功、被追捧的演员，但没人看到他夜夜在酒店房间深夜失眠，没人看到他工作结束后不敢打视频电话给孩子，没人看到他在机场拿着登机牌时那种反复犹豫是否该回家的挣扎。他越内疚就越逃避，越逃避就越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。而最让他崩溃的一刻，是孩子在画画本里画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家。那一页像一把刀插在他心上。那个夜晚的第一次对话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哭吗？杨幂抬起头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于龙沉默，不是因为你道歉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承认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。这句话让他红了眼。原来他并不是失望到放弃，他只是在等他愿意回头。真相往往比指责更痛。孩子那天问我，爸爸是不是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？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，于龙的呼吸都乱了。孩子那样天真，却已经学会了缺席。那不是杨幂教的，也不是任何人告诉他的，是一次次等待，一次次落空，自然而然生出的理解，也是最残忍的理解。于龙的坦白。于龙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我亏欠的不只是你，我对孩子也亏欠太多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在轻轻发抖，没有演员的技巧，没有任何遮掩，只有一个男人赤裸的羞愧。杨幂的眼泪滑落，但不再是绝望，而是某种久违的释放。承认错误的人并不软弱，外界总觉得成功的人不会低头，
但真正的勇气是敢承认自己不够好。我想重新来过，于龙说。这一次他没有看镜头，没有面对观众，而是面对一个深爱过也被他伤过的女人。杨幂看着他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终于成熟了。从那天起，于龙做了许多过去想都没想过，甚至不敢想的事情。他第一次亲自送孩子上学，在校门口蹲下整理孩子的书包，孩子拉着他的手，眼神里带着久违的依赖。他第一次拒绝几个看似重要却毫无意义的应酬，只为了赶回家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平常却温暖的晚餐。他第一次在客厅陪孩子拼乐高到深夜，认真地像面对一场大型拍摄。他第一次坐在餐桌前，安静听杨幂说她的烦恼，不再用敷衍的我很忙搪塞过去，而是真正把她的话放进心里。他甚至会在工作间隙偷偷看孩子的视频，像重新发现生活意义的人。这些改变看起来简单，却比任何承诺都来得实际，来得珍贵，也让家里的空气第一次有了久违的轻松感。他做的不是表面功夫，而是发自内心重新学着如何成为丈夫，成为父亲，甚至成为更真实的自己。真正的父亲是愿意在孩子需要时出现，而不是只在照片里留下影子。他愿意放下手机，认真倾听孩子天马行空的故事，愿意在孩子失败时给一个拥抱，而不是批评，愿意在孩子跌倒时伸手，而不是站在远处喊加油，愿意放慢节奏，让成长成为共享，而不是旁观。杨幂看着这些改变，心里有酸，有痛，也有久违的安定。她知道，一个男人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，并努力修正错误，这比完美更难，比成功更珍贵。她不再奢望奢侈的惊喜，也不再期待无条件的承诺。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愿意把家庭放在心上的男人，一个走进孩子世界的父亲，一个在风雨中站在他身边的伴侣。而现在，于龙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这样的人。虽然慢，但踏实；虽然迟，但诚恳。所有关系都会经历裂缝，但裂缝不是终点，只要有人愿意修补，它就能成为更坚固的地方。于龙迟来的告白是伤害的证明，也是成长的起点。杨幂没有选择责怪，因为她明白，一个愿意改变的男人比一个完美的人更值得信任。没有华丽的誓言，没有戏剧性的反转，他们只是决定不再用沉默代替沟通，不再让忙碌成为逃避的借口，不再让遗憾成为孩子的记忆。他们终于懂得，家庭不是附属品，爱也不是理所当然。最难的不是成功，而是在成功之外，仍然愿意好好爱一个家。谢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曾触动你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真实而温暖的力量。别忘了点击关注与订阅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重要的动力。